圣旨只让小姐前来冲洗，从未提殉葬。春赵副将，王爷这脉藏于骨下，寻常军医自然诊不出来。我有古法金针，能暂时唤醒王爷生机。让他试。王爷针没了，我亲自请罪，他也绝无活路。赵副将，你敢违逆我？末将只听王爷军令。王爷尚存一息，这王府轮不到你做主。管家，带春桃去厨房烧温水，熬浓姜汤加附子干姜，半个时辰后少量平胃。王爷活了，真活了！快扶王爷回内室休养。在灵堂之时，究竟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您寒毒闭气假死，是这位苏姑娘依靠沈家古一记载金针氏就把您救回来的。她便是奉旨前来给您冲洗的王妃。她是本文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后续汤药全按她的方子调制。连夜快马给丞相送信，王爷没死，被那个罪女救回来了。苏锦和医术诡异来历不明，让丞相早做打算。娘，这青铜印襁褓到底藏了什么？您当年被苏家收养，又为何从不提沈家旧事？暗中彻查苏锦和全部根系。户部尚书嫡女却通晓失传沈家寒毒解法，还持有制式特殊青铜印，绝非寻常深闺女子，切记不可惊动她。小姐这哪里是待客院落？管家故意克扣份例，只给半袋糙米、1小罐粗盐、2件打补丁旧棉袄，半分炭火都不给，分明是柳侧妃暗中受应。不必气恼，靠别人施舍终究受限。我们自己做营生换金粮炭火。春桃，去院里老槐树下扒开残雪，看看有没有野皂枣。小姐真有，数量不少。荒州树寒，皂角速速寒凉，生长缓方，熬制药皂既能去污，又能治军民秋冬高发疥痧，在荒州不愁销路。那咱们做皂去市集售卖换钱？不光换钱粮，还要让全城百姓、军营将士都知道，镇北王府来了个懂医善制造的王妃，日后行事能少许多阻碍。小姐，混合草药熬出来味道很重，百姓会愿意买吗？药皂本就靠草药起效，凝固凉干后，辛辣药味散去，只会残留艾草、薄荷清香。闻着清爽，比府里普通皂角好用100倍。整齐码好药皂，明日你带3块去市集，不必高声叫卖，拿油污白布当场清洗，效果摆在人前，自然有人买。这皂也太好用了，还有草药香气。哪来的丫头敢私自摆摊儿？这片市集归林掌柜管辖，不交保护费不许做生意。就是那个克死王爷的罪女做的东西，也好意思拿出来售卖？住手！我是他主子，踩坏我的货物，动手主推人，今日必须赔偿。一个戴罪臣女也配跟我们谈赔偿？此药皂1块抵10块普通皂角，可治疥疮，预防10疫。你们采烂5块药皂，加上惊吓仆分的汤药补偿，合计300文。要么赔钱了事，要么我将完整制造配方无照之全城百姓。林掌柜靠皂族垄断牟利的生意，今日便彻底做不下去。小姐，一共360文，咱们赚到第1笔钱了。是谁悄悄送来这么多原料炭火？有人提前知晓我们缺物料，暗中之计，刻意不愿露面。王爷，皂角银炭都悄悄送到东跨院了，全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知晓他要熬制药皂，提前命人采买备好而已。北疆缺医者，他若是冻饿伤身，无人长期调理我的寒毒。王爷嘴上这么说，刚才探子汇报，王妃在市值震慑林掌柜手下，还赚了360文。继续暗中查探他的身世地系，不得中断。1日之内300将士染病，症状凶猛，寻常汤药毫无效果。我早
早就说这个醉女是灾星，她刚入府，王爷便假死，如今军营又爆发瘟病，全是她克来的灾祸。真有这么邪门？走，我们去东花院赶她走，不能留她祸害王府军营。你们不要听信挑拨，10亿天灾和我家小姐毫无关系。醉女滚出镇北王府！是你带来灾祸，害死将士！所有人立刻闭嘴！军营突发10亿，不去商议救治之法，反倒聚众围堵王妃冷落，是谁撺掇你们生事？王爷，臣妾只是担忧军中将士一时失言。瘟疫乃是水土不洁引发的天灾，与王妃毫无干系。往后再有散播谣言、聚众滋扰东跨院者，一律按军法处置，绝不姑息。王爷，给我3日时间，我能控制住这场10亿。好，防疫所需药材、物资、人手，你直接与赵副将报备，由军中统一调配。军中部防调兵之事，仍由各营将领做主。4条防疫之法即刻推行：第一，病患单独搭建隔离帐篷，密切接触者分区看管；第二，全军早晚用皂胶水洗手，饭前片后必清洁；第三，水警派兵24小时值守，所有饮用水煮沸后才能取用；第四，待我诊查病患后，淘洗水井撒石灰消杀。完全按照王妃的防疫章程执行，有敢推诿懈怠者，军法严惩。黄连、黄芩、葛根为主药，军营药物所有存货全部取出，立刻搬运几口超大铁锅，分区域熬药。水井值守，排泄物石灰消杀，进出帐篷洗手，3条规矩必须落实到每一名士兵。末将即刻传令各营严格执行。王爷，王妃入营2个时辰，隔离、水源管控、清洁消杀全部安排妥当，军医配合他分工诊治，条理分明。王爷您寒毒未愈，风大伤身，先回王府休养吧。调拨2队亲兵驻守隔离帐篷外围，不许闲杂人等打扰他诊治。药炉内所有珍稀药材全部送到隔离区，他要多少便供应多少。小姐，您吃2口垫垫肚子，3天几乎没有合眼。等今日分批汤药全部发放完毕再说。王妃，昨日按时服药的病患，今日高热尽数消退，上吐下泻的症状也止住大半。脉象速度是否反常？脉象浮而无根，退烧过快，不似寻常湿热10亿。寻常10亿不会消退如此急促。先继续按防疫方案管控水源，隔离病患，后续再细查根源。王妃，末将代表全军将士，谢王妃出手相救。谢王妃救命之恩。赵副将请起，各位将士都起身。10亿虽暂时遏制，仍需静养调理，消杀清洁不可松懈。王妃连日操劳，实在辛苦。王府内务交由他打理，调配府中物资支援军营，他有资格掌管。王爷，钟会乃是王府内务大权，他担得起。这片土地是城外荒地域，土壤适宜各类草药生长。你后续开设药铺需要稳定药材来源，这片地划给你使用。多谢王爷体恤。你这青铜印从何处得来？家母遗留之物，妥善收好，万万不可在外人面前显露，容易招来杀身之祸。这根本不是天灾瘟疫，有人暗中往水井投放慢性毒药，刻意制造疫病假象。小姐，谁敢在王府水井下毒？能自由侵入王府内院，接触公共水井下毒之人，就在府中。小姐，这么多账目，如何快速分辨假账？账册全部搬到院中铺开，日光下新旧墨迹深浅一目而然。近1月采购账目，墨迹明显更鲜亮，定是事后补造，价格虚高，墨迹新鲜，明显事后补剂。有人借采购克扣银钱。王妃饶命！全是柳侧妃身边嬷嬷逼迫我做假账，每次采购抽取3成回扣，小人不敢违抗。苏锦和你刻意针对我，我身后有丞相撑腰，你动不了我分毫。小姐，开张首日营收5贯，照此速度，1月便能回本。不可大意，林掌柜垄断全城药材行，绝不会放任我分走客源。小姐，所有药材行都不肯卖给我们药材。草云掌柜只能管控城内商行，无法掌控草原生草药。若缺少消毒药皂、外伤药膏，我们已无义务置换药材，绕开城内垄断。此药皂可治疥诈、清洁除菌，药膏专治刀剑外伤。我愿以药皂、药膏换部落野生草药与皮毛。好物，我们长期交换。
留下身上货物，饶你们性命。王妃受惊，末将奉王爷之命严路护卫。劳烦各位将士。父亲当年遣散的旧部，竟有人潜伏北疆，伪装草原行商。王妃与部落达成长期药材置换，反正马匪也被咱们提前布置亲兵驱散。知晓了。王爷层层派人暗中守护，王妃想必已经察觉是您安排。察觉无妨，只要他平安无事即可。小姐，本月药铺药造合计营收近30贯，林掌柜囤积大批药材，卖不出去堆积库房，眼看就要发霉。他资金周转趁压，很快便会主动上门谈和。苏掌柜，之前是我狭隘，派人伺机滋事，切断药材货源，多有得罪。今日专程前来赔罪，也想与您合作共赢。合作可行，但必须遵守3条规矩：第一，荒州所有药材统一公允定价，禁止囤货哄抬物价；第二，你的药材放在锦和药铺代销，盈利3-7分，你7我3；第三，王府全部药材采购交由你供货，市价结算，不压价，不抬价。好，我全部答应。小姐3两句话拿捏住林掌柜，太厉害了。林掌柜只是北疆第一个妥商商人，往后还要整合全域商贸。草药是部落行商供应，统牌是对方不慎遗落。苏家旧部潜伏北疆，我必须找到所有人，查清当年灭门真相，为苏家洗刷冤屈。王爷，王妃从部落草药中找到苏家旧部信物，看样子一直在暗中调查苏家旧案。苏家通敌旧案疑点重重，立刻调阅当年存档卷宗。末将即刻去办。王爷，这是从草原商道截获的密信，内容指控苏家旧部勾结外敌，意图里应外合攻占黄州。字迹刻意临摹，这纸张看似相似，实则颇遭专属供职。北疆寻常商队根本无从获取，大概率是魏双伪造离间。即便存有疑点，边关通牒乃是死罪，不得不谨慎对待。我常年遭内奸背叛，数千将士死于副将叛变，事关北疆安危，我必须当面问清他全部隐情。你解释这封密信。此信绝非我书写，3处确凿证据。其一，墨是新研松烟墨，存放不超3日，我近半月从未写过此类密信。其二，文中合字捺尾刻意拉长，我写字收锋短促，笔法截然不同。其三，专用供纸只有丞相府可以取用，必然是魏松手下伪造，挑拨你我互相猜忌。你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日后查出你欺瞒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你可暂时限制我出入王府，彻底核查密信源头。可若是这封伪信流入军营，递往京城，正中魏汪离间之际，北疆3万将士将陷入险境。即日起禁足东跨院，待密信完整证据链查清，再解除限制。王爷，要不要转换王妃前来医治？方才与他对峙，我心中尚有疑虑，不必劳烦。去请锦和过来。点燃大量艾草，准备艾灸，速度越快越好。别走，我不走，今夜在此守着你。王爷醒了，我去厨房熬驱寒汤药。小姐，百姓将士都买不起盐，长此以往，军心民生都会大乱。荒州属于盐碱地貌，郊外大片低洼地生长碱穹草，这种植物是盐碱地标识，地下藏天然盐层，可就地采盐应急。真能开采食盐，但您如今还在禁足，无法出城。你去找赵副将，把盐矿位置告知，让他代为禀报王爷。赵副将，我家小姐知晓郊外天然盐矿，能解全城缺盐危机，只是她被禁足无法外出，求您向王爷求情。王爷明确下令禁足，此事我需当面禀报。王爷，王妃知晓郊外天然盐矿，想亲自带队开采，如今全城盐价暴涨，军营存盐即将耗尽，实在拖不起。他尚在禁足，按规矩不可随意离府。王妃数次化解北疆危机，灵堂救人，遏制时疫，打通草原药材商路，从未出错。盐矿之事，他定然有把握。开采盐矿可解军民燃眉之急。准许他出城，你亲自带领一队亲兵，全程随行护卫，沿途布防，保证他人身安全。采盐事宜仅限应急，不可私自外销。后续我即刻上书朝廷，申请临时采盐特敕。末将遵令。就是这片区域，往下挖掘。咸味十足，真的是天然盐矿。开采食盐优先售给百姓，定价10文1斤，仅收取开采人力成本，压垮林掌柜高价私盐。
纸张、墨汁、仿写字迹，全部出自丞相府手笔，证据确凿。我依稀记得古籍记载一种淬火之法，添加特殊材料能提升铁器硬度，却记不清具体配方。末将不通锻造工艺，不如传王妃前来商议。他涉猎各类古籍，说不定知晓解法。他还处于半禁足状态，兵器短缺，直接影响守城安危，此事关乎全军，顾不得禁足规矩。派人去请他过来。早年翻阅家父收藏工匠古籍，记录兽骨断杀成粉末，搭配艾草、薄荷、煮水淬火，磷元素渗入铁器表层，能大幅提高硬度耐磨度。兽骨粉？没错，但配比、淬火、水温需要反复调试，不可一次大量锻造。成了，这新刀硬度远超从前3倍，大喜过望。这下兵器短缺的难题彻底解决。次次默默接见，从不愿露面。王爷，淬火工艺调试达标，白狐球已经送到王妃院中，只是您一边暗中处处扳机护指令，王妃为难免牺牲误会。魏雄完这阴谋上别王府草原，此刻彻底解禁。我安排4名暗卫昼夜驻守东跨院，明镜暗护，是为保他性命。密信源头查到了，贡纸特制墨料全部产自丞相府，仿写字之人长期居于京城。魏松意图挑拨我与景和反目，再逐一铲除。只是景和聪慧，次次识破圈套。先前持剑对峙，仅凭一封伪信便猜忌于你，是我失察多疑。今日特地向你道歉。王爷常年驻守边关，数次遭遇下属背叛，数千将惨死。见到通敌秘密，深病警惕，合乎情理，我不怪你。当年副将外敌勾结魏氏票将上市，害死糟够我，孤身发配北疆。报！敌国10万大军越过阴山，全线朝黄州压来。我北疆常驻守军仅3万，兵力悬殊3倍有余，如何抵挡？速草拟求援奏捷，800里加急封往京城。丞相私通麦族私采盐盐为由，劝说陛下切断北疆盐铁供给，朝廷绝不会发兵支援。敌军长途奔袭，粮草运输线绵长，撑不起长久攻坚战。黄州城墙夯土厚重，我们依托城防固守，拖到敌军粮草耗尽自溃。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居民共同加固城防，囤积粮草滚木，做好长期坚守准备。王爷，魏松为何执意断绝北疆物资，不惜置3万将士于险境？他一向歪事实，诬告我暗中私采官盐与草原部落通商，自身割据北疆的反心，哄骗陛下下达封锁令。塞外常年战乱，他才能年年向国库征领巨额军饷，层层克扣填出私户。若北疆太平无战，朝廷会削减军费，他手中真正大权便会大打折扣。魏松常年暗中给塞外敌国输送粮草，刻意保留边患。今日这场10万敌军围城，根本是他一手纵容出来的祸事。此战必须大胜，击碎他借战事揽权的阴谋。此奸贼祸国害民，日后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赵副将已告知敌军压境朝廷巨援之事，我拟定3条方略，稳固城内后方，只负责民生后勤，军务调度依旧由诸位将领。第一，组织百姓加高加固城墙，城门内侧堆砌沙袋，防范敌军用化登城。第二，以朝廷特载应急盐外商高牧民，刺探敌军粮草囤积位置，行军动向。第三，由我全权打理全城商营营，划分轻重伤分区医治，降低将士折损。你尚且处于半禁足管相之中，贸然统筹全城后勤，恐落魏少口舌。王爷，战事特殊，禁足令可暂时存亡为先，事后我可随同王妃一同上书朝廷，说明缘由。就依你的计策行事，城内所有粮草、药物、布匹、人手，全部交由你调配。王妃费心保全我们全城，我们一定把城墙修得固若金汤。前线凶险，务必保全自身平安。全城粮仓现存3000担粮食，军队加城中百姓一同消耗，最多支撑2个月，缺口极大。王府内院口粮减半，省下的粮食全部冲入军仓，普通百姓口粮维持原定标准，绝不克分毫，先稳住民心，底层百姓安稳，城池才能长久守住。1匹战马换取50斤应急食盐，5盒外伤药膏。如今黄州被敌军围困，朝廷断盐，食盐已是稀缺保命物资，药可治刀剑创伤，常年不输食盐。若是你部落不愿交易，其余草原部族会主动前来换取物资，到时你们错失良机。苏锦和30辆战甲可组建轻骑赤毫小队，探查敌军动向。萧恒，前线战事凶险，千万保重性命，后方城池由我牢牢守住，静待你凯旋。王爷，王妃在后方调度百姓加固城防，主动削减王府口粮部军仓，又以盐药膏从草原换得30匹战马，拿到敌军粮草囤放核心情报。城内民生后勤安稳无忧，我们前线才能安心御敌。他远比我想象中可靠周全。报！王爷在隘口遭遇敌军埋伏，身中塞外剧毒7日罪，亲兵已护送王爷回城休养。王妃，7日罪是塞外无解奇毒，
7日之内无速侵入心脉，便无生机。我们也全部医术，找不到对症解法。我曾在家中沈家古医札记见过此毒记载，只是完整解毒药方残缺。金针只能压制12时辰毒性扩散。赵副将，立刻派人奔赴游牧部落，搜寻雪莲花、含水石2种珍稀药材，越多越好。末将遵命。小姐，此药性猛烈，恐有剧毒，万万不可亲身试药。药性无碍，剂量稳妥。王爷常年征战，气血浑厚，可以承受。王妃不妙，此方压制不住毒素。断肠草入药，重新配熬制。日后切莫这般莽撞涉险。你是我的夫君，我必然拼尽全力护你周全。敌军连胜3场，心生轻敌大意。今夜我们故意制造营中大乱，火把错落晃动，士兵喧哗造势，引诱敌军主力结营。左翼伏兵藏东侧山谷，右翼弓箭手埋伏南侧密林。赵副将，你亲率轻骑绕至敌军后方，焚毁全部粮草。敌军粮草一空，10万大军不战自破。果然是魏松，他暗中资计敌寇粮草，不让北疆战事终结，借战乱克扣军饷，独揽朝堂大权。北疆多年战乱难平，从来不是打不赢，是朝中有人根本不愿平息战火。往后不许再以身试药，风险极大。一旦药性失衡，你我2人都无力守住北疆。那你也不可贸然冲入敌军埋伏，孤身身陷险境。此番守城，辛苦你一人支撑后方。小姐，锦和药铺本月营收500贯，加上盐矿皮毛贸易，合计近1000贯。这只是起步，打通全线草原商路后，荒州才能真正成为北疆商贸枢纽。送你。这是王爷常年贴身的战甲披风。战甲破损无法上阵，丢弃太过可惜，改造给你抵御风寒。王爷手握北疆重兵，行事务必谨慎，朝廷对王爷寄予厚望，切勿做出逾矩之事。劳烦使者代为转达谢意。魏松分明是暗中施压，试探我们是否有起兵反抗之心。他只是试探虚实，我们手握完整罪证，只需静待入京时机。大皇子虽有共同敌人，但目前诚意不足，手中实权有限，不宜贸然结盟。静观他后续动作，留存书信，暂缓回复。即可可人散流言传北王心存反意，苏锦和精通妖术蛊惑军心，灵堂救人乃是邪术，让圣队2人心生猜忌隔阂。诸位有所不知，北疆镇北王手握重兵，意图割据谋反。那个苏锦和更是妖女，灵堂之内救活死全靠邪术，日日蛊惑军心。镇北王早已被迷得丧失理智。魏升为铲除我们，编造无稽谣言，离间君臣。第一，撰写详实守能大胜战报，详细陈述固守北疆击溃10万敌军全过程，递往朝廷，证明我们一心戍边，毫无割据反心。第二，整理荒州盐矿收效全部补贴军队，救济百姓，无私自敛财谋逆之举。第三，主动上交此战缴获的敌军兵器粮草，主动上书恳请御史前来北疆核查军饷开销，主动接受朝廷查验，不给魏双任何构陷把柄。苏母实为沈家遗孤，襁褓家曾藏有魏松屠戮2族完整证据，魏松灭沈家苏家，只为掩盖父辈误诊先皇的旧案。他已经看清信中内容，此刻正在权衡利弊，暂时不会告发。王妃饶命，一切都是侧妃娘娘吩咐。每月按时给丞相递送荒州消息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你弟弟柳文轩3年来一直被魏松软禁丞相府偏院作为人质，以此胁迫你做影像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这是你弟弟亲笔手书，3年软禁，日夜惶恐，魏松随时可以取他性命。你继续为丞相传递消息，待他除掉我与王爷，下一个灭口的就是你姐弟2人。若你交出魏松全部罪证，我联合大皇子全力保全柳文轩性命，还你2人自由。魏生一边垄断边境食盐10倍售卖，压榨草原部落，一边暗中资助塞外敌寇劫掠各部牛羊，掳走族人，又常年勾结马匪头目赤纳输送粮草，刻意制造边患，年年虚报战功，克扣军饷，充盈私库。我传递消息时，偶然听见他心腹与赤纳用外族密语商议计划，方才知晓全部内情。我需以进京谢恩之名前往京城，名正言顺，不会落人口实。京城遍布魏松党羽，你孤身前往太过凶险。大皇子早已代为上书，朝廷准许我进京谢分当的名分，但你万万可北疆3万按使军，无朝廷完整之臣擅自离边，会直接扣下拥兵谋逆重罪，我们多年布局尽数报废。我并非孤身一人，大皇子在京城接应，柳侧妃携带账册一同随行。你挑选20名精锐暗卫，乔装商贩，沿路分段潜伏护卫，每隔3日传递平安密信回荒州。小姐，京城危机四伏，我们真的要动身吗？苏家、沈家2族20余年冤屈，母亲真实身世，
魏双全部罪重，全部藏于京城。这一步我无路可退，必须前往。驾！苏小姐久仰大名，家父有言，只要你归顺丞相府，享不尽荣华富贵。再者，我对你一见倾心，我纳你为侧妾，一生无忧。我是奉旨赐婚明媒正娶镇北王妃，身份尊崇。魏公子想纳当朝王妃做妾，还是藐视陛下亲笔下的赐婚圣旨？你别不识抬举，京城全是我父亲的人，你休想站稳脚跟！罪臣之女也敢在京城经商做生意，谁敢与他合作，便是与丞相作对。魏家誓言开采成本仅5文一斤，京城售价30文，压榨全城商户百姓，6倍暴力压榨全城商户百姓。小姐，王爷从黄州送来军报。小姐，老奴潜伏10年，总算等到您前来京城翻案。当年老爷提前察觉魏兄歹心，提前散所有旧部，一部分前伪将伪装行商，我留在京城中暗搜集罪证。这是老爷生前留存的魏兄沟敌寇克扣国库账册，可惜上月记载核心证据的几页被撕走。无妨，我手中另有沈家青铜印、柳侧妃私账、草原密银多重物证，可以互补其缺失线索。陛下，臣拼死弹劾镇北王妃苏氏4大重罪。以妖术蛊惑军心，私采官盐矿营私，私通草原外族，联络苏家旧部，意图谋逆，人证物证俱全。苏氏，你可有辩驳之言？第一，灵堂救人是沈家祖传古法医术，军营数百将士随军依军可作证，绝非妖术。第二，荒州盐矿是盐碱天然镀层，开采之初便由上收朝廷或陛下临时特旨专供军民，所有营收全数充作军饷救济百姓，完整账册可交由御史核查。第三，与草原部落仅为物资互通商贸，有完整交易契约，部落首领可入朝对峙，从未勾结敌国。第四，联络苏家旧部，只为洗刷满门通敌冤案，无半分谋逆之心。陛下，小人是苏家远亲，苏锦和入京后四处联络旧部，托我给塞外匪首赤纳送信，意图内外夹击，攻占北疆。第一，家父苏怀远字号是什么？第二，苏家老宅位于京城哪一方向？第三，家母本家姓氏为何？此案一定是打入天牢，交由3司联合核查所有人物证，待查清再行宣判。魏松以为关押我便能销毁全有证据，殊不知人证物证早已分散安置，真相终会公之于众。臣主动上交北疆全部兵符，委派赵副将全权接管边防军务，恳请陛下下特旨准许臣担任入兵一座，当面陈述事情，为苏锦娥作证。王爷，即便上交兵符，擅自离边依旧会被魏双扣谋逆罪名，风险极大。奏折先行递送入宫，等候陛下批复特旨，合乎边防礼制。魏所无从凭空构谋，兵权疆土固然重要，但我不能放任他独自困在天牢，受尽折辱。末将死守黄州，若京城传来致命险情，即刻轻骑星夜驰援。陛下，臣镇守北疆10年，以所有战功担保，苏锦如绝无半分反心。若他意图割据，10万敌军围城之时，便是最佳时机。何苦浴血守城，自筹盐矿救济居民？臣自愿暂交前往天牢探视苏锦如，但禁军全程随行看管，不得私自带人离开天牢。一切等候3司核查结果。短短数日，你削弱太多。你何苦主动交兵符，孤身入境，10年数遍心血，一朝可耻，太过不耻。兵权、公民皆是身外服务，本王的王妃绝不能任由他人随意折辱。两族数条人命的证据终于集齐，臣愿昭雪指日可待。王爷，柳侧妃携全套账册投诚，柳文轩安然获救，玉佩夹层缺失账页全部寻复，人证物证闭环完整，明日早朝足以扳倒魏松。魏松狗急跳墙，今夜必然派遣死士前来客栈暗杀。除却为因为苏九作证，收有北疆暗围，客栈4周皆向房顶假山尽数埋伏，布下层层包围圈，仅待刺客上门。魏松派遣死士取我性命，只可惜你的谋划全盘落空。王爷小心身后暗箭！王爷，剑上残留剧毒，极易引发伤口发炎高热，明日早朝凶险，不如由末将代为上殿举证。明日金銮殿是定案之日，苏锦和孤身面对满朝文武百官，我必须站在他视线之内，护他周全，不可让他一人承受压力。备车入宫。剑上余毒未能清除干净，持续高热不退，
全天下唯有王妃精通塞外各类剧毒古法解法，只有她能医治王爷。朕准你所请，派遣禁军全程看守客栈，苏锦书、萧环两人不得离开院落半步。你何苦这般莽撞拼命？我不在乎高或个好些虚名，只求你平安无事。当初灵堂你推开棺盖救我性命之时，我便心悦于你，此生心意绝不更改。此密文是前朝太医令沈家专属标记。20年前沈家满门蒙难，皇宫御药房所有沈家旧印尽数销毁，世间仅存沈家嫡系后人持有同款青铜印。我不只是户部尚书苏怀远之女，更是前朝太医令沈崇的外孙女。当年母亲作为沈家遗孤，被苏家收养藏匿。魏宋为掩盖其父误诊先皇的污点，先后屠戮沈家、苏家两族满门。当年魏松下令销毁沈家所有文书档案，我暗中派人抢救下这份存档，卷宗上御药房密文与你的青铜印分毫不差。沈崇乃是前朝顶尖太医，如实记录魏松父亲延误先皇诊疗的过错。魏松怀恨在心，罗织罪名屠戮沈家全土。母亲隐忍半生，从不肯告知我真实身世，只为保护我不招来杀身之祸。20年血海冤屈，如今终于有实打实的完整凭据。小姐，20年血海冤屈，如今终于有实打实的完整凭据。魏松欠下沈家、苏家数十条人命，明日早朝我会当庭一一清算所有罪责。明日早朝，我站在殿外廊下全程为你作证，所有物证人证依次呈上，绝不会让你孤身一人面对满朝文武的艰难。有你相伴，我无所畏惧。明日由我率先出见弹劾，依次传召人证，呈上所有物证，层层递进，让魏所无从抵赖。一切听从殿下安排，只求沈家、苏家两桩灭门冤案昭雪，告慰族人亡魂。王爷，生辰安康，往后每一年我都会陪你一同度过，绝不分离。一言为定，年年有你相伴。陛下，臣当朝弹劾当朝丞相魏松6大滔天重罪，人证物证俱全。陛下血口喷人，臣数10年鞠躬尽瘁，辅佐朝政，从未有半分谋私祸国之举。抬人证，呈物证，传柳侧妃上殿。一介王府侧妃，账随手便可伪造，不足采信。传镇北王妃苏锦和，呈上苏家完整账册与草原秘籍，自己皆可仿造。此二人勾结镇北王，刻意联手构陷老夫。哼！传草原匪首赤纳上殿对质。丞相声称所有人证皆是被收买，那臣再请其余证人当同作证。传柳文轩。臣并非仅仅户部尚书苏恒远之女，而是前朝太医令沈崇的外孙女。魏松之父当年延误先皇治疗，沈崇据实记入皇家医案，魏家为掩盖家族殴点，罗织罪名屠蜡沈家满门。20年后查到沈家遗孤被苏家收养，再度捏造通敌重罪，屠戮苏家全族。两桩惨案皆由魏松一手指导。此为魏生常年输送粮草资助塞外敌寇完整记录，他刻意保留边患，借此常年向国库分领巨额军饷，祸乱充盈的数检。为掩盖父辈诊疗过失，魏生先后屠戮沈家数十口无辜族人，20余年去血海深仇，无可抵偿。如今人证物证全部齐备，你机关算计20年，终究难逃国法审判。将魏松打入天牢，交由三司即刻会审。魏松犯下养寇4首，构陷忠良，屠戮沈家、苏家两族满门，克扣国库军饷，把持朝堂排除异己，派遣死士刺杀朝廷重臣6大重罪，判斩立决。家中党羽亲眷，按照罪责轻重分等治罪，全部家产充公，补给北疆常年亏空的军饷。撤销苏家通敌叛国全部罪名，追封苏怀远为户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沈家冤案彻底平反，追封沈崇为太医院士，恢复沈家名誉。大皇子平定朝堂奸念，稳定朝局有功，正式册立当朝太子。苏锦和军专何数以先，周爵先命扳倒御史。臣父叩谢权倾，叩谢陛下隆恩。当年我身负灭门重罪，待料冲洗，一身祸命。你娶我，便是灵堂关门前遇见你，可曾有半分后悔？此生最庆幸之事，如今你是万棺木尽之境的靖安商君，风光早已胜过我这个手边镇北王。王爷，靖安商君，西域各国听闻北疆商贸兴隆，特地送来通商信函，小不通药材石头素材不皮毛，邀请前往与山域西域长。同西域线商路将和您在欧元波令往此整个大营。无论能力何处改开拓商路，我都会放下军中琐事陪你同往，此生永不分离。